朋友们，我们该如何完成从2元到1元的构建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为什么会心情烦躁？生活里呢，也经常出现那么多让我们非常讨厌的事情。我们总是把生活的重点放在学习如何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上。我们也往往认为呢，人生它就是由无数个事件来组成的。每一天睁开眼呢，等待我们的就是这一整天那么多事情的安排。每一天都如此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。只要你还活着，事就无穷无尽。我们认为只要学会了处理各种事情，我们的人生就能好转起来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在这种认识的出发点上呢，我们就已经将完整真实的人生呢给打碎了。所以我们的内心是很难真正的保持清净的。古代圣贤提出做事先做人，这并不是将事和人分开，而是在强调一个概念，就是人生并没有什么这事儿那事儿的，人生没有间隙，只有一件事。在你的人生中遭遇的一切，其实都是围绕你而展开的。所以有句话呢，叫做以一的视角活在当下。关于活在当下呢，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很多了。今天呢，我们重点要说的是前半句这个一的视角。什么是一的视角呢？要说一，就先要简单讲一讲二。二是什么呢？二是分别，二是判断，二是选择，二是比较，二是掌控。几乎所有人的一生都是活在二中的，也就是不断的分别、选择、比较、追逐、掌控中。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后，我们就开始不停的选择。选择学校，选择专业，选择伴侣，选择事业，包括每天出门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，冰箱里的饮料要喝哪一种，这些都是选择。所以选择可以说贯穿我们的一生，无时无处不在。如果有一天没有选择，不去选择了，你可能会很困惑，我到底该如何生活呢？在二的思维模式、意识觉知下，我们体验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呢？首先，二代表矛盾，代表冲突。在二的思维觉知下，我们体验的人生是冲突不断、问题不断的。这种冲突小到个人人生的家庭、财富等人生课题层面，大到国家之间、民族之间、人与自然、人与环境之间，这种冲突全部是一致的。就比如说家庭关系层面，所有的矛盾都产生于分别，爱与不爱，付出多与付出少，努力与懒惰等等。如果你受困在家庭关系里，那你可以去觉察一下你面对另一半所产生的分别的信念。正是这些对立的信念，创造了你在婚姻里的各种漩涡、各种陷阱。从家庭层面延伸到你与朋友、领导、同事之间的关系等等，它们全部是一致的。再比如说财富层面，有许多朋友常年受困在财富监狱里。我们来看一看受困的本质。受困的本质是你对于财富分别的信念。你想要多，不想要少，要盈利，不要亏损。正是因为你在财富层面的分别极度的偏向一端，想要更多更大的信念和恐惧，是这些创造了你在财富境遇里无休止的挣扎。再到身体层面，生与死，长寿与短命，健康与疾病，美与丑，胖与瘦等等，这些分别创造的都是矛盾无常的故事。而真相其实是很简单的，既无生也无死，既无法拥有也无法失去，既没有多也没有少。好，知道了二是什么，我们再来看一就会清晰很多。和二一样，一也是一种意识觉知思维模式。我们透过镜片看世界，二是一种镜片，一也是一种镜片。直接拿掉镜片了悟真相，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是很困难的。但切换一下镜片呢，它可以降低难度。虽然不究竟，
但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梯子，提供一个扶手。这就如同经文中的各种法门，法门是因缘而起，是渡河的船，等真正到达了彼岸，自然就不需要船了。这里的二合一也是一样的，在一的视角下，人生体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简单概括来说，就是无分别的状态。很多人一听无分别，会下意识地觉得很难做到，但其实呢，体悟到瞬间就可以到达。用比喻来描述一下，在一的意识觉知下，万事万物是粘合在一起的。比如脚踩地面，脚与地面之间压力与支撑的关系，这就是一种粘合剂。切换到万事万物，我们具体到人与人之间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链接建立的一切关系，这就是粘合呀。在粘合中不存在分别，事物是整体的关系。这时候我们面对自我以外的一切都是无条件的接纳、理解、允许。注意，这里特别强调无条件3个字，无论对方是什么样子，他做了什么，你都是全然的接纳、理解、允许。在全然的接纳下，所有的分别是无效的，你也会从各种冲突中解脱出来，感受到难以言表的平和喜悦。当你真正进入到这个阶段，稳定在这个阶段，那么从心底会有源源不绝的力量。这力量是一种非常真切的身体的感知。在一的意识觉知下，当下的一切是圆满的、丰盛的，不存在缺憾，不需要改变什么，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，一切体验变成流动的体验。在这里生活是继续的，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境遇里，无论你当下处在疾病、负债，还是处在婚姻破裂的境遇里，生活是继续的，只是所有的体验变成一种圆满的流动。你在这些境遇中的恐惧感、焦虑感、无力感，以及各种各样很负面的感受是溶解的，取而代之的呢是喜悦，是爱的力量。这是用语言的简单描述，当你体悟到了，你就会发现语言无论怎么讲都是很苍白的。在一的意识觉知下，你的人生境遇也会发生根本的扭转，没有期待和担忧，因为已经实现的内在和谐丰盛，将会引领外在的实现。在这种丰盛中呢，我们也将与任何正在做的点滴小事合一，那么好的结果自然会不期而遇地出现。就好像艺术家创作一幅画，他对画作的结果并没有任何期盼，他没有分别和考虑应该如何落笔，他也许只是在享受笔尖与画纸的触感，在享受每一个点滴的色彩本身，他与自己的每一个细节合一，他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灵感，而伟大的艺术品却在他的不自知、不分别中产生。佛家说，任何被人们看见、理解、识别到的相，都是虚幻的，都是我们的心根据不同的业力随缘显化的生命境遇。这便是所谓的心物一元。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能真正体悟到没有哪里是不好的，一切皆是最好的安排。不知道你在生活中经历过这样的体验没有？就是当我们在某些时刻遥望远处的青山与景色时，心灵会感到一种美。在这时，我们并没有仔细分别那远方的景色，而是有一种整体的美感存在。实际上，这种美并不是青山赋予人心的，而是人心本有的。如果我们能领悟到自己的本质，生命的大多数时刻都将处于存在本身的美中，我们也会发现，丰盛与满足会变得极其简单。要实现这一点，即是所谓的不分别，不再去分别比较外界境遇，乃至不再分别自己心里的观念、情绪、感受、思想，
因为你全然地接纳生命里的一切，全然允许生命里的一切，面对生命中的万事万物，来到你生命中的所有的人事物，你都能感受到圆满。这就是以一的视角活在当下，是你的分别阻碍了本身的圆满。所以当我们能够停下心中的一切动机，一切自我的分别与欲求，那种本自具足的圆满便会出现。所以实现圆满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停止阻碍即可。而当这颗分别心停下来时，那虚幻的被分别出来的表象便消失了，存在的本来面目才会出现，恒长的寂静与美才会出现。不过究竟来说，我们想要离开分别和能够分别，其实皆是真心的体现。明白这个真相，分别心便会当体空掉，因为我们看见了比它更重要的东西。当我们深入体悟到不分别，便可以无挂无碍，自由顺畅地进行更多的事。不再分别方法的对错，观点的对错，内心也会回归本有的清晰与灵敏。不再分别脑中念头的好坏，念头会变得平静，自我会变得安静，平静合理的语言会在交谈中自然发生，一切事情都会变得更加简单与顺畅。我们也将没有任何纠结、迷惑与过错，因为自己处在本来的清晰与通透之中。我们与当下的每一个细节合一，任何内在的时间感都将不存在。这意味着我们没有期盼更好的明天或下一刻，而是时时刻刻活在眼前这一秒的真相中。此刻便是真心无限的创造力与丰盛。微小到阳光透过树木，落叶在地上泛黄，宏大到宇宙星辰，天空广阔，处处皆透露着真相的美。一切变得没有区别，我们看见一切即是看见了自己的真相。在这种本自清晰中，我们会发现一种存在本身的信心与圆满，会引领此刻的境遇圆满宁静，而这即是远方与未来的实现。最后我想和大家说一段话。佛说，世人只知我在度众生，殊不知众生也在度我。这句话作为我的个性签名已经很多年了，一直在提醒着我不要有分别心，不要自视清高，更不要傲慢。每个有缘相识的人都会是自己的贵人，不论是什么样的角色，是拥护你的还是反对你的，都是来帮助你的，或者让你更清晰地看清楚自己，不断校正自己的。我们不能因外在的遗憾而忽略内心的美好。鲜花不会因枯萎便不再盛开，月亮不会因缺角便不再出现，这样的它们反而有着别样的魅力。希望大家能做一个内心丰盈的人，心中自有日月山水，余生做一个洒脱的人，不纠缠于生活的琐碎，不为生活的磨难而感到忧愁。花朵盛开之后，蝴蝶自会飞来，你若精彩，上天自会为你安排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